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文悦的节目。35岁的李女士是一家企业的高管，多年在外打拼，早已经在大城市里扎根，有了自己优渥的生活。李女士常常牵挂着老家的父亲，但又没时间回家尽孝，因此只好每月给5000块钱，让她自己改善下生活。然而前段时间李女士回家，发现躺在医院里的父亲骨瘦如柴，街坊邻居都说李女士父亲太可怜，平日里连顿排骨都不舍得吃，让李女士多回家看看。起初李女士还不明白为何每月5000块钱还不够父亲用，等后来明白真相时，李女士不禁觉得心寒。从此每月只给父亲800块钱，再也不多给一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李女士的自述。我是李丽君，来自某个小县城。上个星期我在公司里开会，突然就接到老家姑姑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里姑姑说让我赶紧回家一趟，父亲在山里干活的时候头一晕滚到了山坡下，现在腿受伤了，让我赶紧回家看看。接到姑姑的电话以后，我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，买了一张最近的高铁票回家。坐车回去的路上，又接到了姑姑打来的电话，不过这一次却是让我先转5000块钱住院费过去。我毫不犹豫的就转了。高铁刚一停靠在我们老家县城，我就火急火燎的出了站，之后拦了一辆出租车往县人民医院赶。到了医院以后，发现病房里就只有父亲和姑姑2个人，却没有看到哥哥和嫂子他们的身影。坦白地说，这次回来看到父亲的样子，我整个人都非常难受。首先，父亲又瘦了，从前父亲就很瘦，这2年不见之后，父亲显得更加骨瘦如柴了，加上又意外从山上摔了下来，这次看起来伤得不轻，整个人显得非常的憔悴。我问父亲为什么好好的就摔倒了，父亲只说是头一晕，整个人站不稳就掉了下来。可我总觉得怪怪的，于是便去问了医生父亲的具体情况。医生说父亲的腿需要做手术，到时候上一个钢板，等骨头恢复了再拆除。另外医生叮嘱做体检的时候发现父亲有点营养不良，加上上山干活的时候应该是没吃早餐，血糖有点低，头一晕就摔倒了。医生说完以后还叮嘱我这几天好好给父亲营养，过2天就做手术了。出了医生的房间以后，我整个人都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每个月给5000块钱父亲，这笔钱即使是老家正经上班的人都赚不了那么多，为何父亲还会营养不良呢？第二，父亲马上就要做手术了，可哥哥和嫂子为什么一直没有来医院？带着这2个疑问，我回到父亲的房间问他，爸，医生说你有点营养不良，我每月给你的5000块钱呢，你怎么不买点好吃的啊？父亲听了摇摇头说，没用啊，人老了吃什么都没有用，我胃口不好，每天喝点粥就好了。之后我又拨打了哥哥的电话，问他为什么父亲住院那么久了还不过来。电话里哥哥说他出差了，要晚几天回来，有什么事我先处理，等他回来再商量。可对于哥哥这个说法，我是不相信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哥哥从来就没有正经工作，整天就像个街溜子，他去哪里出差啊？唯一能解释得通的事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哥哥不想出父亲的住院费以及手术费，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。起初我并不了解父亲营养不良的真实原因，真以为父亲是不舍得花钱或者胃口不好导致。可后来回了堂家，听到街坊邻居的话以后，才渐渐明白真相。
因为父亲还得住院一段时间，我便回了趟老家帮父亲拿几件换洗的衣服。刚一回到家，就见到了邻居张大妈。张大妈见了我很高兴，说2、3年没见了，之后问我怎么好好的就回来了。我说父亲腿受伤了，过2天做手术，我回来给他拿几件衣服。张大妈说，你啊，是该多回来看看你爸了，你爸一个人在家好可怜啊。我看他啊，经常就一捆青菜，或者买点油豆腐，熬点粥，一顿饭随便吃点就算过去了。你哥哥也从来不回来看他，逢年过节的都不回来。你要是有钱了，就每月寄点钱给你爸啊，也不用多，有个200、300块钱就不一样了。张大妈说完以后，我整个人都很难过。我很想告诉他我每个月都寄5000块钱给父亲，可我又觉得没这个必要，他肯定不会相信的。不过更令我难过的还是去菜市场时，肉摊老板和我说的话。我替父亲收拾完东西，就想着去菜市场买点牛肉还有排骨，做点菜带去医院给父亲吃。父亲最喜欢的一道菜便是红烧排骨，从小到大我都知道，因此这一次我第一时间就是去菜市场买排骨。卖排骨的是刘叔，一个快60岁的人了，从我5、6岁时起，他就在这里卖猪肉，一直到今天他还在这里。刘叔和我认识，见我来买排骨时，第一时间就问我是不是给你爸买的。我点点头说是，他最喜欢吃排骨了。刘叔说，我觉得也是，你爸最喜欢吃红烧肉和红烧排骨，可这2年他很少再来我这里买排骨了。有好几次你爸来到我的摊位前，想吃又不舍得买，总是借口说牙口不好。偶然有一次我送他一根，拿着肉高高兴兴的就走了。刘叔的话让我感到更加的难过。等我回家做好红烧排骨给父亲送过去时，发现他大口大口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我便流泪了。我问父亲，爸，你不是说你牙口不好，胃不好吗？怎么大口大口吃得这么香？父亲听我这么一说，顿时觉得露馅了，之后假装笑道，这不是太久没吃了吗？马上做手术了，我得多吃一点。可这一次我不再相信父亲的话，我对父亲说，邻居张大妈说你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吃饭，菜市场刘叔说你连一顿排骨都不舍得吃，经常在他肉摊面前走来走去。父亲听我说完，还企图狡辩，没这回事，谁说的？我有钱还怕吃不着啊？那好，你都说说，我每月给你5000块钱都哪里去了？父亲听完哑口无言，之后说之前存了不少，后来借给别人了。我又说，借给谁了？有借条吗？告诉我是谁。这时候父亲才低下头，知道瞒不过以后，一直不说话。而我却生气了，要父亲一定就要把真相说出来，一五一十的把每月5000块钱花哪了全说出来。最后父亲才告诉我，原来每月5000块钱都给了哥哥和嫂子。父亲说，哥哥不会赚钱，整天溜大街，侄子读书也要钱，还要生活费。为了钱的事，嫂子曾经多次和哥哥谈离婚，所以他于心不忍，便每个月给哥哥5000块钱，这才让他们一家的日子轻松一点。听完父亲的话，我整个人火冒三丈。我对父亲说，爸，我每月给你5000块钱是让你养老的，你全部给了哥哥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从小就向着哥哥，现在还这样，你是不是想惯着他一辈子？你越是这样，他越是不正经做事。父亲，我也是不忍心看到他们一家过得艰难啊。你不忍心看着他们，那你就忍心自己饿得骨瘦如柴，营养不良，一把年纪了还上山干活啊。当我说完这些话以后，父
父亲沉默不语，只是一个劲的给我道歉。可父亲真正担心的不是他自己，反而多嘴问了一句：女儿啊，你该不会从此不再给我钱了吧？我立马点点头说，以后不会再给你钱了，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拿给哥哥，这实在是太让人寒心了。父亲得知我真的再也不给他钱时，眼神也一下就暗淡了。不过说到最后，这2天我气消了以后，又换了一种方式对父亲。我对父亲说，从今往后，我每个月会给你800块钱，多了1分不给。但是我和刘叔说好了，以后你去他那里买肉买排骨都可以记账，到时候我会半年给他结一次。还有开超市的王阿姨，我也和她说完了，小件你自己付钱，大件记账我会给。另外家里的水电费我也会用手机给你缴费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任何事情，剩下800块钱你留着自己用就好了。等父亲做完手术之后，我便坐高铁回去了。只是坐高铁的路上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父亲从小就疼哥哥，长大了也这样呢？甚至不惜自己饿肚子，也要让哥哥过上好日子。或许有时候重男轻女思想也是刻在父亲骨子里的吧。而我这个女儿能做的，就是尽量让父亲吃好一点，穿好一点，别的就理不到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期待与您的互动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